我突然发现，那好像是一场鸿门宴。他妈妈就非常的生气，就在那边大喊大叫说：“凭什么？凭什么？”我一直跟他讲对不起，我甚至都想跪下来求他不要生气。凌晨6点多的时候，我就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不行了，不行了，要出人命了。”然后就人间消失了。我们特别开心，今天就是来到 Sophia 的家里，一起来聊一聊恋爱的那些事情之前任篇。OK， 那我们先说一下你是怎么和你的前任认识的吧。刚到美国研究生的时候，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同一个学期入学的。然后大家都说我们很登对啊，他们讲郎才女貌，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走在一起了。那听起来很好啊，为什么最后没能在一起呢？就是反对的声音就是本省人跟外省人，这个是我没办法改变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是独生子女，那我家有7个兄弟姐妹，所以他父母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 handle 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家庭关系，所以他就反对我们在一起。可是这个都是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改善的。而且那时候我觉得独生子女就是在台湾算蛮特别的，对啊，那不像现在我们周遭很多人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所以都就是比较开放一点。那个时代的话，其实独生子女那个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欲是很强烈的。那当你听到这些反对的声音，你有什么想法吗？那时候很年轻，我自己其实很乐观，而且在学校我一直都让我的师长很喜欢我，所以我从来没有去想过，我总觉得是他不够认识我，他如果真的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我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改变这些想法，所以我一心觉得说是可以改变的。我就是积极的去争取，然后特别是这个男生他以前在学习上面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记录，所以我心里就很单纯的想说，其实我们只要好好的把学业完成的话，应该他父母就可以比较认可我们。那后来你们都一起顺利的完成毕业了吗？我是比他早毕业，所以我一毕业我就到加州的硅谷，也就是矽谷找工作。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教会生活吗？教会的诗歌非常的感人，然后旋律也很优美，所以我很喜欢去教会听诗歌或唱诗歌，所以我就几乎每个礼拜我都会去教会。那个时间点就是开始学习祷告，因为我到了湾区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是变成异地，因为他还在学校，他还没完成学业，所以我那时候就学习跟神祷告，我很希望说我们能够尽快的在一起，然后我也很希望说他的父母不要再反对我们。那后来男方也毕业了以后，会有想过来湾区跟你一起吗？他的爸爸是从台湾派过来的，他们在美国的分公司的 VP， 所以他爸爸就帮他在他的公司里头找到一份工作，所以他就直接进入他爸爸的公司里头去任职。那我自己在湾区这边就是很努力的找工作，那个时候其实经济不是很好，所以找工作的时间也是比较困难一点，比较冗长一点。那你们这种异地恋的状态之后怎么发展呢？有什么转折的地方吗？我们其实在学校的时候交往了快2年嘛，所以那时候这个男生他就觉得说他很考虑能够结婚。那最主要是因为在那一年的母亲节，我自己亲手做的一个小礼物，是一对小玩偶，然后我就是寄包裹给他妈妈，他妈妈打开之后看得很感动，他妈妈就说他要投降了，他说我再见 Sophia 一次的话，我就让你们结婚，所以他就邀请我过去他们家。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好强，听到他妈妈有反对的声音的时候，我总觉得我想要证明些什么。可是我那时候我没有工作，我觉得这样子去他家好像没有胜算，我这么觉得。听说你在去找前男友之前曾经参加过春令会，你对春令会的印象是什么呢？其实那时候我还在找工作，可是就是有姐妹一直鼓励我去，甚至他们
他们说要帮我付钱让我去。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感恩的。然后我最记得的是春令会的有一天晚上，就是大家在那个宿舍里头聊天，然后我们住的是单身的宿舍嘛，那有好几个小女生就在讨论那个讲员白天的信息。然后那时候听到那小女生在讲，他们对有一段非常的感动，说神造人的时候，神其实造夏娃的时候是用亚当的肋骨嘛。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姐妹在那边说，好感动哦，因为她不是用亚当的手骨，就是让他来把玩他，也不是用他的脚骨让他来践踏他，而是用的是肋骨。肋骨是最靠近心脏的那块骨头，是让男人就是来爱他。然后他们就在宿舍里头讲得很感动，很感动。我在那边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以为然。我想说，你们这些人都没有经历过真的什么叫做恋爱。如果恋爱可以一帆风顺就算了，你看像我现在知道他的家人反对的时候那种苦，我觉得你们都不知道那种苦。我甚至觉得基督徒好像太理想化了，太可笑了。在我在那个 moment 里头，我真的是这么觉得。那后来你为什么还是决定去见他的父母呢？刚好我们的牧师也是那一次的讲员，所以他那一次跟我有一个1对1的谈话，那我就问了牧师这个问题。那牧师就很鼓励我去啊，牧师就跟我讲，他说就是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工作还没找到的情况下，如果对方可以接受你的话，那真的才是一个你适合去嫁过去的一个家庭。所以我其实也很 agree， 因为现在我其实也常常也鼓励一些年轻人，你要在你逆境里头，对方还是可以跟你同甘共苦，或者是认定你的话，这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八卦一下，是哪一个牧师啊？哦，是刘同。哦，刘牧师。OK。我想他很有名嘛。那其实我一直很感谢刘同牧师，因为其实他陪我走过一段时间。那你那个时候算不算是基督徒呢？那个时间点其实很接近。我很喜欢去教会，然后我也可以很接受牧师的一些讲道。其实牧师讲道的时候，我有好几次想冲出去跟牧师讲说我要受洗了，常常有那种感动。可是那时候就是也没有人教我，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对。那后来你去到前男友的家里，有真的像想象中一样很顺利的开始谈婚论嫁吗？我去了那里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单纯。我突然发现那好像是一场鸿门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去的第3天，那个我的 ex 就被他父母安排出差，就是我只有2天有机会跟他在一起，然后之后我剩下的日子就必须要跟他妈妈在一起。第2天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我生日，所以我们有个机会出去外面有个生日的晚餐。然后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们就看到他妈妈非常非常的愤怒。那我本来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最后才整个搞清楚，就是事实上是我姐姐打了个电话，然后希望她转告我说祝我生日快乐。就因为这样子，他妈妈就非常的生气，就在那边大喊大叫说凭什么，为什么要我们帮他庆祝生日。所以你跟你的前男友只是过了一个生日他就走了，然后就剩下的时间你都是跟他的妈妈独处。对啊，其实我相信现在大家很怕的就是跟婆婆在一起。那时候我在知道他反对的声音，然后又跟他这样在一起，真的，特别是那天晚上他像发疯似的为什么的时候，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年纪还小，真的被吓到。我一直跟他讲对不起，我甚至都想跪下来求他不要生气。其实以前一直的祷告是希望我们可以赶快在一起。对啊，希望他妈妈不要反对。可是我看到他妈妈那种为了这么小的一件事情这么疯狂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改变我的祷告词。
因为我相信的神，他看的眼界是比我远，所以我就开始跟神讲说，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那求你让我知道。然后，可是我只跟神求一件事情，可是我要知道你的同在。那祷告之后有感受到什么神奇的回应吗？我去见他父母，就像我刚刚分享的，我也还没找到工作，我其实也觉得自己很weak，所以我带了一本圣经跟我一起去，特别是我那阵子已经走入教会，然后那时候还蛮小的，还蛮年轻。我只记得我每次看电视，如果人家害怕的时候，要么就是抱住十字架，要么就是按着圣经，所以我就带了一本圣经跟我一起去。我想说晚上我都惧怕或者害怕的时候可以读读经这样子。那只是没想到我去那边跟刚刚的分享一样，我每次就一进屋子躺下去就睡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去 touch 那个圣经。那祷告之后呢，其实是很特别，因为他妈妈那天晚上发的那么大的脾气，那隔天出去其实他也还是阴阳怪气的。所以那天我跟他出去之后，后来回到家的时候，我们从格拉局进门，我习惯让他妈妈先进去，之后我再进去嘛。那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突然听到了一个从楼上传下来的电视的声音，而且蛮大声的。我本来觉得奇怪，怎么会有那个声音？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没有上楼，而是我跑去找他妈妈。我问他是不是上楼过，然后他妈就说没有啊，我刚刚不是跟你一起进来吗？那他妈就问我说，我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我说我听到楼上有一个电视的声音传下来，然后他妈妈就跟我讲，他说我记得你带了一本圣经放在那个电视上面。其实我不太高兴，因为我觉得我的房间里头，我圣经放哪，他居然都注意到，那可见他其实有到我的卧房去检查我所有的东西。反正顺着声音我就走上去了。也许是因为他妈妈提到那本圣经，所以我听到有声音的时候，我也看到有画面，可是我下意识的就把圣经从那个电视上拿走。可是在我拿走的那个瞬间，那个声音就没有了，那个电源就没了。那我自己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是我那个 X 班的那个电视，它是一个按钮的，它是用转的，对啊，所以你如果说接触不良，这个我实在很难去解释为什么它突然起来，然后我圣经拿走，它就突然 off。可是，在那瞬间，我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因为我有祷告嘛，我突然有一种感觉，神在告诉我，他在这个房间里头。他跟我同在，有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感觉在安慰我，因为我真的很害怕，特别是那几天要跟他单独相处的时候。这是你第一次感受到祷告的力量吗？对，其实我真的很感恩。事实上，我那时候还算是慕道，还没有说真的受洗，可是我就是觉得神真的是在那个时候让我去真的体会到。对啊，其实我现在很喜欢一首诗歌，就是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好像在旷野里头，可是他在那里，那股力量支撑着我后来在他家的剩下的日子，管他妈妈在对我阴阳怪气，我就觉得我无所谓了。那在这之后你就马上回到了湾区了吗？对，就是在那边还有待了好几天嘛，跟他妈妈在一起之后，就是我就回到湾区。然后我回到湾区的时候，我那个 X 还没有回到他家，他每天晚上还是会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完全不知道我跟他妈妈相处的情形。所以这个妈妈伪装得很好。其实可以这么说，对，他可能不想影响他在外面出差的心情。所以对于这个男生，他的理解是这一次见面有什么不一样了吗？你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我有问他，可是他是说他妈妈并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在最后一天出差要回家之前的晚上，还是按照往常一样，他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开始跟我一起讨论那个结婚的细节。
他就问我说我们将来的婚礼在哪里办，我喜欢在哪里办婚礼，我喜欢的婚礼主色。对，他甚至跟我讲说，以后我的亲朋好友如果称呼你我们的家乡话嫂子怎么说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是在称呼你。他真的很高兴的跟我讲这些所有的事情。后来我跟他讲说，不要再讲了，好晚了。我说你明天就要回家了，就明天再讲。所以他真的毫不知情，且充满了期待。遐想。那他回到家以后面对他妈，他有意识到些什么比较微妙的气氛吗？其实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讲的是这些，可是其实没有他几个小时，我记得是我们 local 大概凌晨6点多的时候，我就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不行了，他说要出人命了，然后我听了真的是都吓一跳，我不晓得他讲什么，然后他就说救护车都来了，然后他就说不行的，我们不能在一起了，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就人间消失了，就这么突然的再也没有联系。对啊，你知道吗？你们现在都是太幸福的一群，人手一支电话。我们那个年代，一个家就一个座机，妈妈反对我也不可能打电话去他家。对啊，然后就他妈妈会挂掉。这中间差几个小时而已，我就听到完全不同的声音，我还以为我在做梦。对啊，我真的还以为我在做梦。我现在可以去体会很多受伤姐妹的心情啦。那个时候，我开车出去，我都红绿灯不分的，所以我真的知道，不是说我刻意不分，是因为那个心不在焉，真的是觉得很难受，很难受。特别是那时候，我自己常常都想说，就是置身在国外，甚至有一个想回国的冲动，可是又觉得说是一个失败者的角色回去，对，所以其实很复杂。那在这种不知所措的时候，你有去问问牧师怎么看？有啊，因为是他叫我去的啊。有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我今天没有去，是不是我们还是可以维持那个关系，一直等到我找到工作，我才有比较好的一个资格去。对啊，所以我就很生气。其实那天我进入教会的时候，事实上还是一样，我最喜欢的敬拜赞美。我从头到尾，我都是站在教会的最后一排。我觉得我 humble 不下来，我没有办法屈膝敬拜，所以后来等到结束的时候，我就走到他面前，我跟他讲说我要跟你谈。所以牧师就带我到旁边的小房间里头，他就问我说怎样啊，这次去怎样啊？结果我就很生气的跟他讲述所有的过程，然后讲完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哇，感谢主，姐妹啊，你应该要受洗啊！我听得真的好生气啊！我就跟牧师说，什么信主？如果神今天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是信他，我要骂他。对，可是其实我真的现在想一想啊，我真的是觉得很感恩哦，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真的他不会因为我们对他不敬或者什么就把我放弃了。而且其实我也看到自己一个一个很软弱的地方啊，就是我想到出埃及记里头，事实上因为百姓的生活疾苦，所以摩西带他们出埃及。我觉得我看到的那些神迹的发生，我在他家的时候，我也自己觉得说，我改了我的祷告词，只要神觉得不合适，求他让我知道。他现在不是让我知道了吗？可是我觉得那个主动权不在我手里，所以我就很生气，很生气。所以我现在其实常常在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到我的面前的时候，都说我们希望神显一个神迹让我看，我就信主。可是神不是显了一个神迹给我看吗？可是我不是要信他，我要骂他。对啊，所以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感恩啊，因为觉得神没有离弃我，神真的是继续爱我，给我机会。这个时期后来是如何过渡的呢？
那时候春令会的时候还认识了另外一个女传道，然后那个女传道告诉我说，他们在我姐姐家附近有一个她的查经班，就邀请我去她的查经班。那时候因为还在找工作嘛，所以也没什么事，所以我就去她的查经班。那你喜欢那个查经班吗？那时候自己其实不是说真的那么认识基督徒。我听说他的查经班，我以为就是他在那边带查经，结果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看到有个男的就坐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单人沙发椅上，聚会开始就是他负责在讲，然后那个女传道只是在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在旁边回答，对，然后这个男生就是很特别的是每个礼拜都是他在讲，连续讲了1个多月。刚才讲的那个在沙发上一直讲话的那个人是 Eric 吗？对啊。哦，那他讲的怎么样呢？你觉得他讲得很好啊，他讲得不错啊。Eric 跟我讲说很好笑，因为他们的查经班是轮流带查经，几个弟兄轮流带查经，可是就是在那段时间的时候，每个人都刚好有事，然后都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带1周？然后他就说好啊好啊，结果那1个多月全部都是他带查经，我还以为他是负责那边负责教导的。所以你们通过这个查经就越来越熟悉起来了。他其实都还蛮高傲的，大家在教会里头，每次到最后有一些代祷事项，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在找工作嘛。那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是像你们这样子啊，就 internet 很可以，我们就是做一片 CD， 把所有的 data 就烧在里头。跟我讲说，听说你要找工作，他就说我有一个资料库，我可以给你。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家住址在哪？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这查经班拿给我就好啊。然后他就说我还没准备好，你告诉我在哪，我就送过去。同样是女生就会觉得大概有一点点特别的 purpose， 是不是有些什么目的？我给他的住址，他真的来到我们家，然后我去开门之后，他就把 CD 拿给我之后，他就转头就走了。失望吗？我不是失望，我就在想说，我自己想错了，我自己就觉得我可能想多了。那你除了这个查经班，还要参加什么其他的教会的活动吗？那个查经班是在周间嘛，那他们其实在周5都有一个团契，所以那时候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周5团契。我那时候第一次去他们的周5团契，他们是一个专题，那是婚姻交友专题。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邀请了一对就是结婚蛮久的，还有一对是刚结婚，还有一对是正在恋爱中的，然后在上面跟大家 share 那个婚姻交友的经验。那一次的话，我其实对有一个姐妹的分享，我特别的注意到了，因为那个姐妹就在分享她的一个恋爱过程，然后很受伤，所以她后来说她开始跟神求唯一。她就说，因为她不会选，她每次选的就会受伤。对，那我自己那时候也很呆萌，我就是看到人家这样子，而且在我那时候的心情上不是很好，我就开始从那天回去，我就开始跟神求唯一。那有什么特别的男生出现吗？就是那个送 database 的，他就开始会打电话给我，跟我聊天啊什么的。那其实他有一直邀请我出去，可是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type。对，因为我刚刚讲一个坐在沙发里头感觉好瘦小，其实我喜欢的是很高大，所以那时候我一直拒绝他。对啊，可是我觉得他很机智啊。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就说，那 Can I make a reservation even a few weeks later？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都不好意思拒绝了，不晓得要怎么说了。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这个人实在很勇敢，暗示了那么多次你还这么勇敢，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好奇，想看看说这么有自信的男生，你到底是为什么这么有自信？我开始跟神求唯一，那怎么现在有
3个选择，怎么办？他要牵我的手的时候，我居然哭了，我还把他手甩开来。我曾经跟他讲过，你只是取代品。他说没关系，让我陪你走过伤痛。然后他就突然停下来，然后就对着我，深情地望着我，然后一直在唱歌。他唱的歌是请你留在我身边。我就接到我 X 的电话，一个问题我不晓得怎么办。我现在有2个追求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你2个都放弃吧，你跟我结婚。这些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会动摇。我牧师给我的建议是分手。他说我觉得你不够爱他，神所配合的人没办法分开，你要对神有信心，是你的，神会把他带回来。